欢迎进入一个带你解读世界的频道。我不太愿讲民族主义的话题，更不要说宣扬民族主义。但你看到普京带领区1亿俄国人，占着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资源，而广东1亿人却内卷在不到17万平方公里的空间，确实感到上天不公。俄国自古就是领土扩张机器，历史悠久。从17世纪康熙尼布楚条约开始，俄国吞并大清，近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半个中国。这还不算被掠夺的无数资源，以及被屠杀的中国人。就算你只算19世纪以来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排除蒙古，也有1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0个台湾。之后苏联又对中国各种核讹诈，可谓罄竹难书。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里面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拿回失地主权，这里不涉及对大一统的争论。普京领导的俄罗斯帝国已经走向穷途末路，俄国已被国际社会孤立，大号朝鲜未来可期。这当然不是因为它经济或科技落后，全世界落后的国家很多，更不是因为斯拉夫民族和世间不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其实问题很多。相反，斯拉夫民族创造了世界上光辉灿烂的文明之一。20年前普京大帝的一句“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让无数苏联遗老遗少们热血沸腾。但如今恐怕没人再相信他的鬼话，所以但凡遇到高喊伟大复兴、确行独裁之实的人，都得留个心眼。俄罗斯当前困境的根本根源有且只有一点，注意是根本根源，就是挑战当今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任何地方都得有秩序，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靠的是一群民主国家压阵，一堆发展中国家赞同，迫使少数独裁国家尽量低调。这个秩序强调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尊重民族和主权国家。它同时以资本主义为主轴，保障自由的金融和贸易秩序，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干涉。无论你承认与否，冷战后的30年，中国是该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已经跃升第一大贸易国，能够自由安全地出口到全世界，不费一兵一卒。众多中小国家不用再担心殖民和侵略，俄罗斯能源可以卖到全世界，靠的都是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秩序当然也有很多问题，也在不断改进。但是你如果想想，仅仅在30年前的共产阵营，在70年前的一战、二战，以及之前的殖民时代，全都毫无对弱小和人权的尊重。你只要不是希特勒、斯大林那样的大国狂人，是不会希望回到之前的世界。当然也有人会说，难道不是北约东扩让俄国感到不安全吗？我就不说北约是民主阵营集体防卫的套话，只是但凡你了解一下哪些前共产国家争先加入北约寻求保护，而不是北约需要他们，以及当年莫斯科坦克是如何开到匈牙利、波兰镇压起义，制造诸如卡廷惨案，包括后来的吞并克里米亚，你就会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边。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次欧美日澳等发达民主国家反应如此巨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此心狠手辣，为什么东欧国家玩命地送乌克兰军备，为什么一帮东南亚国家开始参与亚太再平衡。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强国梦在普京的领导下已经残废。俄经济总量今年萎缩 10%， 大量科技和工业品进口受限，占财政50%的能源出口市场被切断。除非普京政权垮台，吐出不法并吞的领土，俄罗斯就不可能重获希望。可以说这是对天天幻想大国崛起的俄罗斯民族一个惨痛教训。讲完大背景，再来看看今天的主题，俄国吞并的中国领土。这是按不同口径高达500万的土地，相当于目前中国陆地面积的一半。如果这么多领土归还，中国将成为世界面积第一大国。就算这都是满清的领土，但之后的中国在法理上继承满清，满族也早已汉化，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俄国继承。我们先来回顾下历史。俄国最开始只是东欧平原的一个小国，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领土扩张机器。随着蒙古帝国衰落，当时的沙皇伊凡雷帝就开始了一路向东扩张。面对沙俄骑兵装备的火器，曾经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残留还活在冷兵器时代，无法抵挡哥萨克骑兵的降维打击。1636年，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广袤的西伯利亚，伴随着各种屠杀和劫掠，无数部落惨遭灭绝。后来俄军顺流来到黑龙江外围，也就是满清龙脉的外侧。
康熙帝命部下和俄军激战数场，最后两国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尼布楚条约让沙俄100余年没能染指黑龙江沿岸，但另一方面也保证沙俄可以永久占领从北冰洋到堪察加半岛的300万平方公里土地。转眼到了150年后的1840年，大清已经利用郑乾隆嘉庆和道光武帝已经相当衰败。在接下来的短短5年内，清朝和列强分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以及中法黄埔条约。这些条约是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的开端，香港就在这时被割让，澳门更早。至于沙俄自然不会闲着，在10年后的1858年即咸丰8年，中俄签订中俄爱辉条约，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全部归属俄国，面积高达60万平方公里。2年后的咸丰10年，沙俄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的新凯湖附近约4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沙俄所有。1864年的同治3年，沙俄逼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占领西北4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868年和1876年，沙俄又吞并大清的附属邦布哈尔国和浩罕国，共1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其后的光绪年间，沙俄又通过伊犁条约等吞并了西北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后俄国在旅顺、皖北、中东路、唐努乌梁海以及外蒙均有吞并动作，制造了包括像江东64屯、海参崴屠杀等惨案，这里就不一一细数。当时的国际秩序也和今天不同，当时世界运行着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国际法只有雏形，更不要提什么自由人权，西方列强也没民主化。在俄国吞并中国领土的同时，英法日美德意奥在华都有类似动作，只是没有像俄国吞并中国土地之多，屠杀无辜百姓之多。几百年前哥伦布发现了北美大陆，开启了欧洲对世界的殖民，近代俄国则是向远东的殖民，而且残酷得多。如果港澳的主权必须拿回，那沙俄吞并的中国土地也都该拿回。1917年俄国10月革命终结了沙皇统治，成立苏联。苏联曾2次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虽然后来苏联并没有归还中国的领土，但他的表态证明中国完全有权伸索主权。从理论上说，这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就像邓小平当年所谓的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所有清政府被迫签订的条约都应作废。顺应这样的宗旨，民国也陆续收回了各国租界、领事裁判权以及关税主权等等。只是迫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和苏联作为2战战胜国的地位，疲弱和战火不断的民国没能收回外蒙和其他失地。不过北洋政府也曾短暂占领外蒙和唐努乌梁海，至今台湾地图上仍保留这2块地方。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是唐努乌梁海的图瓦族人。接下来就进入本篇的重点，如何拿回被侵占的国土。按国际惯例，拿回失地要满足4个条件。第一，这些失地必须是被不平等条约所夺。第二，这些失地之前都属于你的有效统治。第三，这些失地上不存在主体民族，并且想生活在你的统治下。这是当今国际上尊重人权、防止流血冲突的一种惯例。比如苏格兰人不想被英格兰统治，而英格兰既不是民主法治，也不尊重人权，那国际社会就倾向于支持苏格兰公投自决。第四，就是本国政府继续伸索领土主权。关于第一点自然不用多说，第二点根据历史也差不多。这些失地也没有主体民族，强烈反对当今中国政府的统治，很多都是荒地，所以第三点也符合。第四点我们后面会重点分析。1949年中国变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成立，宣布继承中华民国的国际法地位。新政权理所当然的要继续废除不平等条约，一开始也确实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比如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概况就指出，苏联在1944年吞并了我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中国政府没有承认。国家测绘局发布的地图内容表示规定也写有汉语版地图中聂尔琴斯克必须扩驻尼布楚，另外还包括海参崴、伯利等中国地名。同时中国也对港澳台的主权寸步不让，认为这都是不平等条约的遗留。继续伸索丢失的主权，这代表着全体中国人的利益，代表着一种理想。
客观来说，因为强大的苏联压制，同样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不愿向老大哥讨要领土。那么1991年理想就到了离实现最近的一步，苏联终于解体。苏联解体意味着动不动和讹诈的老大哥终于消失，俄罗斯也开始民主化。但这时反常却开始出现。在苏联解体后的5年之内，将分别于91年和94年访俄，先后与俄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家西段协定。1999年叶利钦访北京时，又签署了关于中俄国界线的叙述议定书。这些协议确定了中俄边界，构成了中俄边界的法律文件。2001年将再次访莫斯科，与普京签订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自此，中国政府正式放弃了对丢失国土的申诉，并房间大跌眼镜。这和对港澳台主权的积极诉求非常矛盾。将为什么要这么做？政治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点是分析执政者的动机。对港澳的诉求是因为占领国属于西方阵营，所以面对主权争议毫不动摇。而俄罗斯是传统上的老大哥，中共当年就脱胎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所以主权问题也就不是问题。此外，64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孤立，所以执政党尤其有求于俄国。尽管俄也是刚经历苏联解体元气大伤，但毕竟是传统认知上的第二军事大国，所以将选择紧抱大腿。江的做法放在任何国家都可算作卖国，这比所谓柳传志士买办要严重得多。当然，江的做法也秉承党内的传统。举几个例子：1950年人民日报称，承认蒙古独立是天经地义，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而从当年斯大林和蒋经国的针锋相对可以看到，万蒙的独立完全是苏联一手策划的战略缓冲。1957年毛周将白龙围岛送给北越小兄弟，岛上几百余居民皆讲汉语，后都被迁往大陆。1962年因朝鲜是共产主义小兄弟，中国政府将部分长白山区域划给了朝鲜金家。1963年签订的中巴边界协定规定，将争议的坎具体地区划归巴铁等等。所以从共和国的历史来看，虽然这些放弃都没经过全民或人大的同意，但由于统治阶级自身的私利，自然就无法要回。之后的习也对普京宠爱有加，认为苏联解体是近无一人是男儿。习认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在中俄因自身的政治体制逐渐和世界对立，中俄就不得不更加抱团。外交部更是喊出中俄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虽然这并不代表广大中国人的心声，这些也是国内教科书和舆论引导亲俄的根本原因。虽然俄国对中国可谓血战累累，总的来说，中国政府目前不可能重新向俄提出任何主权诉求，尽管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当然，解决的办法也不是没有。也许哪天人大可以真正代表人民，或者再过100年，中国也选出了自己的总统、自己的参议院和众议院、自己的大法官、自己的省长市长，就可以重新向俄罗斯提出新的主权申诉。当年的土地是被掠夺，是被不平等条约吞并，如果之前代表中国的政府并不代表民意，他们的承诺也就不能算数。到时候俄罗斯也会更加依赖中国，就会迫于历史和现实压力，重新审视那片本不属于他们的领土。当然，这一切可能还要等很久很久。以上就是有关拿回丢失国土的讨论，欢迎大家点赞留言，谢谢大家。